为了抱一下暗恋3年的同桌，我直接说要给全班同学爱的抱抱，这样就能顺理成章碰到他。还没等抱上班长，我就被同桌拎着校服领子拽走了。想抱我，不用那么费劲。说完，我落入一个充满阳光味道的怀抱。陆岭川在我耳边下蛊，除了我，不许抱别人。月考前，我斥巨资20块买了年级第1的押题宝典，拿到卷子，横竖翻看好几遍，只有2字：陌生。他一道题都没押中。考完试，我找无良商家讨说法。陆岭川笑得人畜无害，押题就像暗恋，大多数情况押不中。当晚放学路上，我意外撞破好学生的另一面，校服领子扯到锁骨戴耳钉，松松垮垮的倚着公交站牌，俨然一副坏学生样。我脑子一抽，先发制人，把钱退我保证不告诉任何人。陆岭川微怔，嫣嫣抬起眼皮瞥了我一眼，神情疏离，冷得很，跟在学校里乐观开朗、人缘好到爆的乖学霸形象天差地别。要不是他白鞋上还有我今天踩的鞋印，我都要怀疑自己认错人了。他不紧不慢的抖抖衣袖，天色渐暗，路灯的微光氤氲在他棱角分明的脸上，多了几分柔和。什么？他笑着朝我走来，好奇怪，明明是一样的眉眼，此刻的他笑里没了无辜，徒增危险。身高腿长，步态慵懒，浑身上下散发着不好惹的气息。我承认我刚刚说话声音有点大，头上落下一片阴影。我下意识握紧书包带。陆岭川嘴上嗤笑道：“没出息。”却乖乖打开钱包，用漂亮的手指夹出一张20元纸钞。我见钱眼开，伸手去拿，他突然把钱举得老高，我跳起来够，一不小心没站稳，撞他胸口上，还挺弹，怎么投怀送抱？我老脸一红，他怎么这么不正经啊？羞羞身后传来吹口哨的声音，是几个穿着期中校服的男生，每个都不好好穿校服，一看就是来找陆岭川的。川哥咋回事？女孩也勒索。陆岭川把钱塞我，语气莫名愉快。没事去看看眼科，你爹我才是被勒索的那个。手里的钱突然就变得烫手起来。月考成绩出来，倒数第一，我拿着满是红叉的卷子懊恼不已。早知道不该轻信权威，时间都用来背什么押题宝典，看看书说不定能保持倒数第5的成绩呢。每次月考结束，我们都要重新换座位，大家到走廊，按成绩由高到低排成一队，成绩好的人先挑座，成绩差的后挑。站在队尾的我百无聊赖的想，真麻烦，挑完座位还得搬东西。如果第1名有选择困难症，面对那么多空位是不是挺痛苦？这样一想，最后挑也不是什么坏事嘛。终于排到我，教室里只剩下一个空位。好消息，那是我原来的座位。坏消息，同桌是陆岭川。嗨，赵书瑶同学你好呀。陆岭川挥手跟我打招呼，配合他万年不变的阳光笑容。不是吧，就2个人至于演得这么真吗？为了证实心中的疑惑，我在纸条上刷刷写下，你是不是双胞胎？有个长得一模一样，但性格完全不同的哥哥或者弟弟那种。陆岭川看完纸条，趴桌子上狂笑，笑得我的书桌都在抖。笑够了，他蹲下朝我勾勾手，我下意识凑过去，下一秒就被他拉下书桌。他笑得张扬，在我耳边戏谑地问：怎么喜欢我凶你？温热的气息落在我的脖颈上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我赶紧坐好，在纸条上写下放尊重点，你的把柄还在我手里。他一副丝毫没有在怕的样子，却又乖巧地点了点头，娇羞道：都听你的，要不要说这么让人误会的话？在四面八方射来的八卦目光中，我上完了整节课，那是我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什么叫如坐针毡，如芒在背。下课，班花将来找我一起去厕所，我没有尿，还是陪他们一起。每个班级里都有一个人缘特别好的女生，根据我初中的惨痛经历，最好能成为中心人物的朋友，最差也不要跟她交恶。以前我只是她的边缘跟班，最近她找我找的有些频繁。瑶瑶帮我做一下作业，瑶瑶陪我去小卖部，瑶瑶我今天有事，值日就交给你了。我本来是不想做的，但在身边人一句句，你们俩关系真好。或许朋友间有很多种相处模式，不敢多想，怕自己会失望。我晃晃手腕，继续帮将来抄罚写。突然桌子上落了一个泡泡，不知道陆岭川又从哪里搞来的这些。我靠近泡泡看彩色的流光，突然他用笔戳破，崩了我一脸。陆岭川你，他难得认真，多大了还玩这种友情游戏？被他一语戳穿，我却没觉得懊恼，趴在桌子上摆烂道：你还不是一样？他愣了一瞬，也学我趴在桌子上。我们俩面对面，什么也没做，却让我感到内心的安宁，好像因为被看穿了，一切反而变得真实。阳光落在他的侧脸上，他的睫毛可真长，眼睛也深邃，真好看啊！我欣赏着，俊脸突然靠近，要不是我反应快，就亲上了。你干什么？看你可爱，想亲滚吧你！楼下的流浪狗也可爱，你怎么？激动的说不出来话。我把脸埋进校服里，刚好将来过来想跟我换座位。后2节是自习课，偷偷换座位也不会被发现。瑶瑶，后2节课能不能跟我换一下座位啊？商量的语气，可他是拿着书本过来的。可以啊。脸上的余温还没消，我慌乱的收拾作业本，却被陆岭川按住。你还没有问同桌的感受呢。将来抚了下耳后的头发，娇滴滴开口：不好意思，我可以坐正吗？不行，斩钉截铁，简短有力。周围看热闹的同学都傻了，我惊讶于他这么容易就说出了拒绝的话，其他同学惊讶于他居然拒绝了班花，心里好像开出一朵小花，莫名欣喜，连写作业都快了不少。晚上放学被将来几个女生拽去报刊亭，说是韩国一个小鲜肉的海报到了。我不了解娱乐新闻，也不追星，但我不想不合群，好像喜欢他们喜欢的东西，就会被他们喜欢。回家的路上，经过卖水果的小摊，看起来很新鲜，我用勒索的20块买了一袋苹果。弟弟喜欢吃，如果切成动漫里的兔子形状，他就更爱吃。手上拿着东西不好开门，我敲门喊：爸妈，赵思勉，我回来了。开下门，门开了，可开门的人居然是陆岭川，差点把我手里的苹果吓掉。你怎么在我家？赵思勉挤出来个小脑袋，
眼睛亮晶晶。哥哥是帮姐姐送卷子的。陆岭川抖了抖我惨不忍睹的月考卷子，一脸求表扬的样子。老师说要家长签字的，你忘在课桌里了，我谢谢你啊。一进屋，饭菜的香气扑面而来，我撅起鼻子嗅嗅，是我最爱吃的油焖大虾。老爸老妈丝毫没有被我稀烂的试卷影响，笑呵呵招呼：瑶瑶回来了，快叫上你的小同学一起吃饭了。我嘴角咧下去，他不。陆岭川捂住我的嘴，夹着嗓子应和：谢谢阿姨，这多不好意思啊。我妈顺手擦擦围裙，嗨，这有啥不好意思的？阿姨做饭可好吃了。陆岭川朝我妈笑得一脸的开朗阳光。切南夹子，我去洗苹果。陆岭川欠不登的跟我屁股后面，笑得不怀好意。没事干就帮忙洗苹果好吗？别笑得像个变态一样。奇怪的是他居然没有反驳，真的乖乖撸起袖子过来帮忙，搞得倒像是我不近人情了一样。正当我准备开口道歉，下一秒他就圈住我的手，一起洗苹果。干这个男人真是一点也不值得同情。我抽出手，转身去切苹果。陆岭川看到兔子形状的苹果，十分新奇。我洋洋得意，挑眉问：怎么样，可爱吧？他笑了，目光从我手上一开，直率地看着我说：可爱。他的眼神炽热真诚，恍惚间觉得他是在夸我，心脏漏跳一拍。我端起果盘落荒而逃，逮着我弟就往他嘴里塞苹果。陆岭川很有眼力见地帮我爸妈端菜拿碗筷，我妈也越看他越顺眼。你瞅瞅人家阿姨，我叫陆岭川，你瞅瞅人家小川，再看看你们俩。我弟嘴里塞满苹果，无辜的眨巴眨巴眼睛。终于上饭桌，中间也是我跟我弟都爱吃的鳕鱼炖豆腐。爸今天收到项目拖欠的公款了，晚饭这么丰盛。我爸拿出珍藏的小人参泡的白酒，笑得憨厚。没有，今天同学来家里吗？初中小雅那件事以后，你就不带同学来家里了，你妈这不是高兴吗？初中的时候，我也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，叫孙小雅，还总带她回家玩。我们家条件一般，爸妈也是从村里到小镇打拼，慢慢落下脚买了个二手房。因为爸爸是装修师傅，所以家里的装修是一点一点拼凑的，根本没有统一的装修风格。谁家不要的瓷砖拿回来铺点，谁家扔掉的壁纸拿回家贴一贴。我们家现在地上的瓷砖还是不一样的花纹。家里一开始也没想过要弟弟，但有弟弟了也不能不要。我爸妈一点都不重男轻女，我的房间还是我的房间，给弟弟在客厅放了张床，日子过得清贫，但每天都很开心。小雅是唯一一个知道我家里条件的朋友。后来小雅在学校被人欺负，我出头帮忙。再后来，他们欺负的对象变成了我，他们还编排关于我的顺口溜，像是什么乡巴佬啊，招娣这么大了还跟弟弟一起睡，他们这么对待我，我其实不是很难过。我难过的是小雅变成了欺负我的人之一。从那以后，我就不爱交朋友，再也没有带人回过家。说那些干什么？我妈给我加了一只油焖大虾，我一直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，感受到爸妈的良苦用心，我安慰他们：哎呀，别担心，我在班里人缘可好了，有好几个朋友呢。我在桌子底下踹踹陆岭川，我就是一个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妈妈刚做完饭，脸颊还红红的，听到陆岭川的话，身体都放松下来，一脸欣慰地看着我们，眼睛突然发酸。我端起碗使劲扒饭，吃完饭送陆岭川回家，路上他不停地用手上下比划，你干嘛呢？门框上是你的身高啊，还有我弟的，怎么了？陆岭川扑哧一笑，摸摸了我的脑袋。赵书瑶，初中以后你好像就没怎么长个矮。屁嘞！我做事伸手打陆岭川，他肚皮往前一挺，溜了少年好腰。喂，你家在哪？我送你到主路上吧，我们家比较偏，怕你找不到。想不到你还挺有爱心的，少废话，本少女一直都侠肝义胆的好不好？陆岭川没再废话，笑着指了指街对面的别墅。从我记事儿起，我就知道这世界很不公平，不公平到我们明明呼吸着同一片天空的空气，但有的人出生就住在高楼大厦里，而我从小是在泥房子里长大的。我望着街对面的别墅区，说不羡慕我自己都不信。你住那啊？真好，觉察到我兴致不高。陆岭川摸摸我的脑袋，一脸不怀好意，要不要到哥哥家看看？滚吧你！这一次本女侠的飞踹没有落空，陆岭川拍拍屁股，单肩挎上背包，不去就不去嘛。女侠饶命！他走了很远，身影也变得越来越小，明明看起来很大只的，怎么背影这么落寞？突然他回头冲我挥手，用很大很大的声音冲我喊：赵书瑶怎么了？明天见幼稚鬼！嘴上这么嘟囔，心里却莫名开心，脚步都轻快了许多。第一次对上学有了期待，晚上睡觉前满脑子都是陆岭川的那句明天见啊，不能再想了，不然明天该起不来床了。早上顶着黑眼圈照镜子，美色误人，美色误人啊！然而一直到第一节课上课铃响起，陆岭川都没来，一整天的课都上得浑浑噩噩。他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万一昨天晚上他被仇家盯上了怎么办？难道他转学了？直到这个时候，我才发现我根本没有陆岭川的联系方式。同学关系会给我一种错觉，因为每天见面上课，所以可以随时找到的错觉。原来我跟班级里的所有人都没有很强的联系，包括陆岭川。意识到这一点，我望着窗外的夕阳，感慨万千。直到最后一节课，陆岭川的座位仍然空空荡荡，屋漏偏逢连夜雨。我来姨妈了，而且是血崩。我怀疑凳子已经沦陷。更糟糕的是我没带卫生巾，而且今早出门太急，忘了穿校服外套。这下好了，想把外套系腰上挡着都不行，无奈只能等同学们都走了，我再处理一下。终于耗到班级里最后一个，磨磨蹭蹭的同学走出教室，刚要起身，门口突然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我咣当一声又坐下了。陆岭川头上挂着汗珠，脸上也挂了彩，他撑在门口：赵书瑶，还等小爷呢。看到他的一瞬间，心里冒出不可抑制的高兴泡泡。都放学了，还来什么学校啊？来见你。我故意扭头看向窗外，倒影里上扬的嘴角出卖了主人的好心情。人已经见到了，可以走了吧？别扭的小心思作祟，更不想让他看见自己来姨妈的囧样。陆岭川却贱兮兮地走过来，蹲在我的桌子前，他把下巴抵在书桌上，可怜巴巴地看着我。不嘛不嘛，要跟瑶瑶一起回家。如果陆岭川有尾巴，现在一定摇上天了吧？太
太可爱了。我用微不可察的声音说了句真犯规，陆岭川肯定听见了，他装作不知道的样子，笑得跟老狐狸一样狗。走嘛走嘛，他拽着我的胳膊摇啊摇，羞耻心随着他的不要脸一点点消散。我招招手，在陆岭川耳边轻声说：“我来月经了。”少年的耳朵疼得红了起来，一定很像我的脸。他愣了愣，目光从我的屁股移到天上去，挠挠头。那我先去趟超市。说完踉跄着冲出教室，走廊里传来陆岭川干净的声音：“等我啊，马上回来。”脸上余温未消，就听见走廊里噔噔噔几大步的声音。到了门口，速度反倒变慢了。陆岭川扭捏的把书包递给我，小声说：“不知道哪个好。”我就一样拿了一包。我红着脸点点头，接过包，一路小跑到卫生间解决卫生问题。糟糕，果然决堤了，校服裤子都没能幸免。那座位上岂不是？我赶忙跑回教室，就看到陆岭川半蹲着帮我擦椅子，太尴尬了，我羞耻的讲不出话。陆岭川却像个没事人一样，把外衣脱下来系我腰上，他环抱过来，好像把我抱住。空气中弥漫着少年的气息，我结结巴巴道：“谢谢你。”他笑了，摸摸我的头，有些心疼。女孩子好不容易哦。陆岭川坚持要送我回家，刚好遇上出门接我的赵思勉。川哥，姐你们回来了。好啊，你个小兔崽子，你才认识他几天就先叫他了。赵思勉嘿嘿一笑：“姐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？我这不担心，特意出来接你，哼，算你还有良心。”陆岭川看着我跟我弟斗嘴，笑得一脸宠溺。他挥挥手，语气稍显落寞：“那我先回去了。”赶上我妈出门扔垃圾，小川来了，回去干嘛呀？快来一起吃饭。我妈说完，拉着陆岭川的胳膊就往家走，嘴里不忘唠叨：“来用阿姨的手机给家里打个电话，就说不回去吃了。”陆岭川被热情淹没，笑着自嘲：“能吃阿姨做的饭那可太好了，不然我回去也是点外卖，总吃外卖可不行啊，你这正长身体的时候呢。”我妈给他盛了满满一大碗米饭，陆岭川顺势吃了一大口，含糊道：“我一个人住。”一时间，我们全家都安静了，空气中涌动着对陆岭川的同情，以及一丝对他身世的好奇。我爸率先打破尴尬：“没事啊，小川，以后你就来叔叔家吃饭。”我爸挠挠脖子，一脸局促，坦率地表达善意，又怕被拒绝。陆岭川倒是不客气，喝了一口汤，含糊道：“谢谢叔叔阿姨，但我不能白吃饭，我给赵书瑶补习吧。”我爸妈一听，笑着连连说好。我越想越气，晚上给陆岭川发微信：“白吃你的饭得了，干嘛拉我下水？补习满足不了你了，难道要以身相许？”懒得理他。当晚，我做了一个不可描述的梦，梦里我化身大侠，从山匪手中解救了柔弱不能自理的陆岭川。只见他眉眼低垂，害羞地躲在我怀里说：“人家已经怀了你的孩子，你得对人家负责的呀。”滴滴滴，闹钟响了，我猛地惊醒，冷汗涔涔，还好是一场梦，吓死爸爸了。结果一开门，就看见陆岭川围着个围裙在客厅张罗：“早啊，赵书瑶，快去洗漱吃饭了。”自来熟的仿佛这是他家。糟了，忘记以后他来我家吃饭的事儿了。我还穿着睡衣，慌乱冲进卫生间，用凉水拍打好几下，脸上的红晕丝毫没有得到缓解。“姐，你脸怎么这么红啊？”“哦，有吗？我刚刚洗脸拍得太用力了。”陆岭川憋着笑狐疑地看着我，被我瞪了回去。上学路上遇见将来从出租车里下来，他看见我们愣了一下，笑着打招呼：“真巧啊，你们也是路上遇到的？”“我们是路上遇到的。”“不是，我们是从家里一起出来的。”空气突然安静，我赶紧拉着将来的胳膊往教室走，他笑得有些促狭：“你们俩没事吧？”“没事没事，你别多想，我跟他也不是很熟。”为了证明不熟，回到座位上，我用粉笔在桌子中间画了一道3-8线。陆岭川挑挑眉，我立马认怂，移开视线不敢看他。下课，陆岭川主动给我讲惨不忍睹的数学卷子，只见他恨不能挪到窗户外面去。为了不过界，我只能伸着脖子看，可还是看不清。这样下去，不但不会做题，说不定还得搞出个斜式。我认命般趴在桌子上，用手指一点一点擦3-8线。陆岭川还不解气，十分嚣张道：“以后还敢不敢跟我划清界限？”我连忙作揖：“不敢不敢，小的知错。”看见陆岭川上扬的嘴角，我借坡下驴：“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原谅小的一回。”陆岭川突然凑到我耳边，轻声说：“看你表现，奸商，绝对的奸商。”不知道看到什么，他拿着我的数学卷子分析起来。过了好一会，他很认真地看着我：“赵书瑶，你不会是在耍我吧？”他指了指倒数第2道数学大题，我满脸茫然。这道题全校不超过，个人做对，你做对了。前面那么多基础题你没做完，你听我狡辩。不，你听我解释。因为我没有办法认可公式，无法说服自己看到类型题就直接套公式，每道题的公式都要现推导。这个毛病是从初中开始的。那个时候，因为被班里同学语言暴力，外加情绪孤立，我就变得特别不自信，即使是记得的公式，也总怀疑自己记错了，成绩一落千丈。后来数学老师也说我就是脑子笨，好像从那以后我就被施了魔法，真的变笨了。我自嘲的笑笑，被委屈压弯嘴角。陆岭川没有表现任何怜悯的情绪，这让我感到安心。我就是不明白，为什么那么复杂的公式怎么能简化到就一行呢？为什么老师总是说不需要懂，记住就行了呢？为什么12跟24是一样的？他们之间明明有那么多的不同。还有猜拳的概率，后出的人为什么获胜的机会跟先出的人一样大？时间先后对结果到底有没有影响？第一次有人这么耐心的听我讲没有用的事，我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。意识到自己嘟囔了太久，我惊慌的捂住嘴巴，这种小事脑子都转不过来。陆岭川不会也嫌弃我笨吧？对不起啊，我说太多了。陆岭川抬手轻轻弹了弹我的脑袋，拜托，现推导公式超酷的好不好？我眼睛亮了亮，真的吗？当然了。我直直的盯着陆岭川深色的眼睛，里面融化着满满的欣赏。他没有骗我。赵书瑶，我发现你很适合做研究，这股较真的劲儿很好。我拿起将及格的卷子，有些失落，可我现在连卷子都答不完。他轻轻摸摸我的头，安抚道：“你这是心理问题，不是脑子笨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以后你做数学题的时候，先不要想为什么和对不对，你先做完。至于你纠结的那些东西，课后我们一起探讨。”阳光透过窗户，穿过陆岭川的碎发，落在我的眼睛里，那么耀眼，
又那么温暖。我闭上眼睛，点点头，心里对自己不自信的窟窿好像填满了血。陆岭川开始陪我背公式，做奥数题。说来也奇怪，那些自己背了很多遍，依然不确信对不对的公式，跟陆岭川背一遍，我就确定自己背的是正确的。我还是有很多问题，很多为什么。但陆岭川愿意听我碎碎念，还郑重其事的拿奥数书去网上查资料，跟我一起问为什么。做老师们觉得没有用的事。开校后，我的学习激情高涨，早起背课文，晚上做习题，好几次晚上被我妈催着早点睡。马上就要月考了，我想考出好成绩，换座位的时候可以早点挑。我不想跟陆岭川分开，他也是这么想的吗？我一直想问，又怕自作多情。做眼保健操的时候，我旁敲侧击，陆岭川，快要月考了吼。就是月考完不是换座位吗？没等我说完，检查眼保健操的学生会成员在门口提醒，好好做眼保健操，别说话，不然扣你们班分了。我赶紧闭嘴。在眼保健操的音乐中，仿佛听见陆岭川在偷笑。月考前，陆岭川神秘兮兮地递给我一个小纸条，他说是押题宝典，还不让我打开，说是一定要月考前打开才有用。我信你个鬼哦！上次的押题宝典一道题都没押中，好吧？鬼使神差的，我真的等到月考那天才打开，根本就不是什么押题宝典，而是一小行字：月考加油，我的同桌。什么嘛，真幼稚！心情突然轻松了许多，考试考得非常顺手。考完试，本来约好了跟陆岭川一起去少年宫对答案，赵思勉给我打电话，说是有急事，让我帮忙替他看一回轮滑场。轮滑场是舅舅家开的，平时赵思勉帮忙看店赚个零花钱。其实我们家都知道，这是舅舅的一种帮衬，心里也很感激，做事也尽心尽力。票价便宜，很受学生喜爱，就是位置比较偏。给陆岭川发完消息，我就去轮滑场了。月考结束放假，店里很热闹。刚到门口，赵思勉迫不及待出来招呼：“阿优，我的好姐姐，你可来了，我先出去一趟，有事打电话啊。”走之前还不忘做打电话的手势。我朝他后背一拍：“去你的吧，小兔崽子！”过了下午高峰期，新来的客人慢慢变少，我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，胳膊肘拄在柜台上，我看着轮滑场里的男孩教女孩滑轮滑，磕 CP 磕的嘴角咧到天上去，情不自禁在脑海里浮现我教陆岭川滑轮滑的场景。都来这里玩了，还装什么乖乖女？不会滑哥哥教你啊！把台的动静吸引了全场的目光，我顺着目光看过去，我们学校的校花郭莹莹被其中的小混混堵在墙角了。我赶紧跑到郭莹莹面前，拉着她往外走。我看你的时间到了，我送你出去吧。郭莹莹都要哭出来了，手心里都是汗，连连点头。突然，我的肩膀被人按住，看起来像大哥样的小混混开口：“你算老几？你说带他走就带他走。”我掰掉他的爪子，礼貌微笑：“我是这家店的负责人，可以了吗？”小混混摸了摸脸上的疤，用一种很不尊重人的方式上下打量我。他指了指自己的裤子说：“拜托你搞清楚来，是他不会滑撞上我的。你看我裤子都脏了。”放屁，那点灰不用放大镜都看不见。郭莹莹委屈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，她带着哭腔道歉：“对不起。”说完弯腰就要去帮他擦裤子，却被他不怀好意的躲开。那您现在想怎么解决呢？这次的票给您和您的朋友们免了，当成赔罪，您看可以吗？他身后的几个小弟一听到免票，眼前一亮：“肖哥，要不算了吧？”肖哥，七中校霸肖峰，传说中不是很帅气的吗？怎么做起事来比陆岭川差那么多？我在心里暗暗比较，人越聚越多，他有些下不来台。从书包里掏出一罐饮料，我肖峰也不是得理不饶人的人，你把这个喝了，这事儿就算翻篇。本着赶紧解决问题的原则，我接过饮料，一饮而尽。打死我也想不到里面竟然是牛奶，还不如酒呢。我的头当即就晕了起来。肖峰看我的眼神多了几分探究，他笑了笑，凑到我面前想说些什么。突然我被人从身后拽走，跌靠在结实的胸膛上，熟悉的味道涌入鼻腔。我抬头看见陆岭川的下巴，肖哥给个面子。肖峰看见是陆岭川，切了一声，咂巴嘴道：“你麻子。”说完，他的眼神在我们俩身上打量几圈，留下一句莫名其妙的：“挺有意思的。”陆岭川拿走我手上的牛奶，扔进垃圾桶。赵书瑶，你怎么什么人给的东西都敢喝？他有些生气地吼我，我有点站不稳了，只能抱住他的腰道歉：“对不起啊，陆岭川。可是你怎么有2个脑袋、2张嘴、4个眼睛呀？”陆岭川慌了，扛起我就要去医院。姐，你怎么了？赵思勉从门口冲过来，他仔细检查了垃圾桶里的罐装奶，看向陆岭川，像个犯错的孩子。川哥，我姐她醉奶，我是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醒过来的，惊得我起太极，咣当一头磕床到头柜上。我低头一看，还好，衣服还在。这是哪里啊？你没事吧？陆岭川身穿黑色睡衣，跑过来着急的询问，鞋都没穿。想起来刚刚轮滑场的事情，我有些怂，没事。这是你家呀？陆岭川点点头，查看我的后脑勺，不然呢？房间很大很空，好像没人住的样板间。我起身在陆岭川家晃悠，不禁感慨：陆岭川，你的东西怎么这么少啊？不像我家，本来就小的不行，一家4口还都是属仓鼠的。小时候我跟我弟用的尿布，我妈都舍不得扔，要放床底下收好。陆岭川家这么大，属于他的气息却少得可怜，少到他好像随时可以离开，不留下一点痕迹。想到这里，我心头一紧。陆岭川从冰箱里拿出一瓶水递给我，顾左右而言其他，反正也没什么重要的，家这种东西我也不是很在意。那天陆岭川跟我讲了一个烂俗的故事：贫贱夫妻，白手起家，什么苦都吃过了，发达以后男方出轨，女方改嫁。陆岭川就是这段失败关系的产物。小时候在父母的吵架中度过，长大点双方又组建了新的家庭，看起来有3个家，其实1个家都没有，索性搬出来自己住，对大家都好。少年还没长成，窝在沙发里小小一坨，脖子上的几突明显，像一只张牙舞爪，其实只是想引起注意的小黑猫。我不知道从何安慰他。
太骄傲的少年连说出不甘都带着自嘲。好在我的肚子争气，咕噜噜咕噜噜，嘿嘿，我不好意思的挠挠头，邀请道：“陆岭川，跟我回家吃饭吧。”轮滑场的事情，赵思勉生怕被爸妈发现，主动要求帮我洗1个月的碗。我坐地起价，3个月。赵思勉咬咬牙，成交。我本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，放学路上我被人堵了，看得出来萧峰特意打扮过，手里还捧着一大束红玫瑰。我好怕他下一句就是女人，你已经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我低头假装没看见，可是我往左走，他往左走；我往右走，他往右走，实在没办法了，我生气的开口：“麻烦让一下，谢谢。”他把花塞我怀里，颇为深情的宣布：“做我女朋友。”萧峰的几个兄弟都在起哄看热闹，我没接，花自己掉地上，不要。说完我继续往家走，却被他拽住手腕：“你再说一遍。”陆岭川下课帮老师搬桌子，这会儿才跟上来，他把我护在怀里，霸气道：“他都说了不要，听不懂人话。”气氛剑拔弩张，我伸手扯了扯陆岭川的衣角：“算了算了，我们走吧。”回去的路上，陆岭川紧握着拳头，青筋暴起，我讲笑话和俏皮话都没用，甚至我在原地好久没走，他都没发现。我快步小跑赶上，握住了他的拳头，他浑身的肌肉才放松下来。陆岭川，以后不要再打架了好不好？想法被我戳穿，他有些不自然，又想逃避，我可不给他这个机会，绕着他360度立体环绕声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实在禁不住我这么黏，他终于笑着说：“好八卦总是传得非常邪门，连班花将来都悄悄问我是不是在跟萧峰谈恋爱。偶尔走在路上，还会有不认识的男生朝我吹口哨，笑得很荡漾。萧峰好像真的听不懂人话，不知道为啥越挫越勇了，还每天变着花样表白，让不同的人给我送吃的礼物，彻底打破了我路人丁的平淡高中生活。甚至还有很多外班女同学在班级门口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，好像被萧峰喜欢上是一件多么有福气的事情。我好想把这份福气给他们。我有气无力地瘫在桌子上，用笔戳了戳陆岭川，想办法把同桌。我顶不住了，是吗？陆岭川咬巧克力，好像在咬仇人，含糊道：“我看你收礼物不是收得挺开心的吗？不是吧，大哥，花和玩偶都被你扔进垃圾桶了，喝的吃的都进你肚子了，你跟我说我收得开心？”突然灵光一闪，我坏笑着看向陆岭川：“你不会是吃醋了吧？可还吃个巧克力也能呛到？”我赶紧拍他的后背：“好点了吧？”陆岭川憋得耳朵和脸都通红，最后什么也没说，跑厕所去了。不等我们商量出对策，萧峰派人发来了约会邀请。陆岭川拿着精致的贺卡，手指用力到背面都能看到痕迹，地点是我们这最高级的西餐厅。我稍微央求一下，陆岭川就傲娇的答应陪我去说清楚。从没去过那种地方的我有些慌张。陆岭川，去那种地方是不是得穿得正式点？陆岭川嘴角下拉，嘟囔道：“你还想穿得多正式？”晚上我翻箱倒柜，想找出一条看起来贵贵的裙子，翻了半天，我捡出一条初中时我妈给我买的紫色纱裙，在镜子前比划，好像巴啦啦小魔仙哦，而且有点短了。我冲着镜子撇撇嘴：“干嘛呢？”我妈拿着鸡毛掸子从我身后经过，要去世悦西餐厅吃个饭。我妈眼睛一亮，冲回她跟我爸的房间，拿出一个黑色的小袋子，神神秘秘地递给我。我满脸狐疑地打开，居然是一件白色的小裙子，试穿上身刚刚好。妈妈我爱你。我转过身抱住妈妈，躲进她的怀里。我想到初中时被校园冷暴力，总是被人说胖说丑，一直到现在我都不敢穿裙子。小时候不懂事，还跟妈妈发脾气说再也不穿她买的裙子，丑死了。我想妈妈那天也一定很伤心吧。她用力地回抱我，闻着妈妈身上让人安心的味道，我轻轻说：“妈对不起，我爱你，谢谢你。”妈妈没问我跟谁吃饭，偷偷往我包里塞了500块钱，还帮我化妆做发型，那些在最应该臭屁臭美的年纪跟妈妈一起做的事。迟到了，好在并不晚，不多时我已经改头换面，有几分妈妈年轻时的影子。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和旁边身材有些发福的她，命运好像突然有了形状，就是我和妈妈这样。阳光落在我们身上，那一刻我感到幸福。一开门就看见了西装笔挺的陆岭川，少年瘦削的身形还撑不起西装，他索性没系扣子，倒是多了几分不羁的味道，还挺帅的。陆岭川看见我愣怔一瞬，瞳孔放大，随即不自然地扭过头去，因为要去见萧峰才穿这么隆重的吗？我看着全套西装皮鞋的陆岭川，不禁暗暗困惑，到底谁更隆重？我提起裙摆，踮着脚走到陆岭川面前：“好吗？”想不到他竟然认真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语气十分笃定：“好看。”本来想逗弄他一下的，这下倒搞得我有点害羞了。就是还差一点。他装作若有所思的样子，拄着下巴：“哪里差一点？”他伸出罪恶的爪子，在我脑袋上轻轻揉了揉，笑得一脸狡猾：“这样好多了。”说罢，他提前跑出去好几步。陆岭川，就这样我们一路上打打闹闹，差点迟到。到了餐厅，我们俩面面相觑，太尴尬了。萧峰他们穿得特别随意，虽然也精心打扮过吧，但对比之下，显得我跟陆岭川很憨。萧峰看到我们，眼神里也闪过一丝错愕，还转过头去，捂嘴偷笑。我们刚坐下，萧峰招呼道：“小雪这儿。”一个小美人娇羞跑过来，可我只注意到她身后的孙小雅。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妹萧雪。萧峰介绍完，抬下巴示意陆岭川：“你应该认识。”后面他们说了什么，我听得断断续续，大概是萧雪喜欢陆岭川，萧峰这个当哥哥的追我，其实都是为了给他妹妹铲除障碍，制造机会。我不是很理解萧峰的脑回路，我也不在乎，因为孙小雅认出我来了，她还是跟从前一样，紧张的绞着手指，用余光偷偷瞥我，整个人有一种看得出来的紧绷和拘谨。当时还是因为她被人欺负，我帮她出头，我们才成为朋友的。只是后来，她也变成了欺负我的一员。孙小雅看向我的眼神很复杂，惊讶、愧疚，还有一丝不可察觉的羡慕。我还记得，当初为了不继续念7中直升的高中，我拼尽全力，死记硬背课本、辅导书、卷纸，勉强蹭线去了现在的重点高中，就是为了离开从前那些人，开始新生活。萧峰提议给陆岭川和萧雪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，过去不好的记忆袭来，赶上今天又发生了这么多事，我心里有些疲惫，连忙起身要走人，却被陆岭川拽住胳膊：“
等我。他皱着眉，看得出来有很多话想说，在这种目光下，我很难拒绝，只得投降说好。我倚在落地窗前的栏杆上，看着窗外车水马龙，突然一根棒棒糖从天而降，给你。萧峰嘴里斜着叼一个，含糊的递给我，谢谢，草莓味的。他学着我的样子，看向窗外，赵书瑶，没什么，你名字还挺好听的。哦，谢谢。对了，你那天在轮滑场挺勇敢的，哈哈，是吗？赵书瑶，不然咱俩试试。我一个没扶住栏杆，差点掉下去。啊，你说啥？萧峰弯起眼睛，顺手就要过来揉我的头发，被我躲开。他摸摸后脑勺，笑得噼里噼气，逗你玩呢，这么小气干嘛？看见孙小雅来找我，他挑挑眉，诺找你的，你们认识？他又从兜里掏出几根不同口味的棒棒糖塞我手里，吊儿郎当的走人。孙小雅揉搓着衣服边，朝我走来，她在紧张。从前她一紧张就爱搓衣服边。瑶瑶你也在啊？明知故问又老套的开场白。其实她能主动来找我说话，我还挺意外的。我以为她会一辈子当个缩头乌龟，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呢。孙小雅问了我很多没营养的东西，比如吃没吃饭呀，怎么过来的呀，有没有听周杰伦的新歌《最伟大的作品》。简单的寒暄后，她终于下定决心，试探着问我，你在新学校过得还好吗？小心翼翼的语气里夹杂着某种期盼。我笑笑回答，挺好的。她拍拍胸脯，松了口气，小声念叨着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好什么呢？我对人已经失去最基本的信任了。从前的那些冷言冷语都是扎在我心上的钉子，钉子拔出去了，伤口并不会消失。陆岭川弹完话出来，我转身跟上，却被孙小雅拽住腰间的丝带。她楚楚可怜地问我，瑶瑶，我还能去你家玩吗？我明知她这是一种示好和道歉，可过去的记忆真的太痛苦了。陆岭川站在前面，一束光打在她的身上，温暖的让人想哭。对不起啊，孙小雅，我想我还不够成熟，不能坦然地接受那些伤害。至于原谅什么的，就交给上帝吧。孙小雅，我平静地念出她的全名，预感到什么，她失落地松开我的丝带，就当我们从未认识过吧。我也不会继续带着对你的怨恨生活，我要奔向我的光了。不知道陆岭川怎么跟萧雪谈的，萧雪的眼睛红红的，萧峰看到立马就要冲过来打陆岭川，好在被萧雪拦住了。出餐厅时，萧雪冲过来抱了抱我，留下一句莫名其妙的你真幸福，就走了。我在原地懵了好久，看向陆岭川求助，他也高深莫测地眨了眨眼睛。我更迷糊了。月考成绩出来，我以满分的数学成绩突飞猛进，一跃成为班级第2。老师我还有同学们都震惊了，除了陆岭川，脸上堆满了老父亲欣慰的笑容。学生时代真的很简单，只要成绩好就有人喜欢。老师同学们对我的态度明显热情了许多，只不过突然的变好也会遭人嫉妒。班长王思琪找我问数学题的时候，我有些紧张，下意识说了句这道题其实我也不懂。周围的空气突然安静，将来酸溜溜的开口，不懂怎么做对的呀？不会是……他后面没说，捂住嘴惊恐说错话的神情，却又仿佛什么都说了。我有些无措地看向陆岭川，他轻轻点头，安抚我说，你把你的解题思路说一下就行。我拿出一支笔，在题干上勾勾画画，你看这个关键词就是要用老师上周讲的公式，然后再带入教材45页的那道例题。王思琪听完一拍脑袋，恍然大悟，原来是这样，我怎么没想到？谢谢你啊，赵书瑶同学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将来最近对我的敌意越来越大，给他当小跟班拎东西，他也要不时阴阳怪气。大学霸舍弃学习时间陪我们逛街，我们的面子可真大啊，实在受不了。后来我慢慢不参加他们的活动了，也不再没有尿还陪他们一起上厕所，还是免不了被阴阳。你看看我就说，人家现在跟我们可不一样了。原来一个人只要想针对你，做什么都是错的。不得不说，将来还是有点自己的小势力。很多小圈子里的人也开始孤立我，好在年纪上去了，大部分同学并不屑于跟他们一起玩这种幼稚的游戏。赵书瑶门外有人找，我出门一看，竟然是郭莹莹，我们学校校花，文科大榜第1的气质美女。她笑起来甜甜的，递给我一封信，还有一罐糖果。赵书瑶同学，之前在轮滑场的事情，谢谢你。美人就是美人啊，连说话都让人如沐春风。因为郭莹莹的出现，班级里的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出于对美人的好奇和倾慕，同学对我的态度犹如秋风到春风的转变。郭莹莹来找我几次后，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，经常一起学习。我教她数学，她给我补语文、英语，课间手拉手散步，跟风说专属于女孩子间的秘密小话，又或者帮其他男生给她递情书。我第一次感受到有一个真正的好朋友的体验是如此美妙。我明显变得开朗很多，也爱笑了。回家赵思勉都惊奇，姐你不是谈恋爱了吧？整天红光满面的。我摇摇头，那往往好的友情比爱情更让人滋润。赵思勉抖了抖，假装甩鸡皮疙瘩。我微微 wink， 你不懂女孩子。陆岭川干了3碗饭，别忘了这还有个男孩子。注意到陆岭川，我才发现他最近好像长开了些。我让他跟我弟排站，我弟还是道他没不对啊，这也没变化呀。陆岭川把我拽到门框附近，一比划，好家伙，他们俩偷偷背着我长高了4厘米。相对运动这块的知识点不牢固啊。陆岭川幸灾乐祸，可他们看起来怎么都比我高那么多。我不信邪的去量身高，只长了1厘米。我妈是不是给你俩偷偷开小灶了？没叫我。我恶狠狠地瞪着陆岭川，他却一脸无辜地摊摊手。那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你们都长了那么多，就我长了这么点？陆岭川若有所思地从头到脚打量我2圈，终于目光不经意地落在不可描述处。他栖身在我耳边，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到的音量低沉道：放心吧，你也长了，只不过长在别的地方了。说完，他红着耳朵逃也似的跑去教赵思勉写作业。他怎么能一本正经地说这样的话？我羞愤地跑回屋，把自己埋进被子里，脸红心跳。我把一直陪我睡觉的兔子玩偶抱在怀里，利用缓冲降低心跳的咚咚声。郭莹莹说自己最近胖了，
中午休息非要拉我去跑步，走嘛走嘛，就当连体测了。那我们快点吧，感觉这天要下雨了。我真服了我这个乌鸦嘴。我们刚到操场跑了半圈就开始下雨，见状我把外套脱掉，我们俩披着我的外套往教学楼冲。终于到屋檐下，不知道为什么集聚着好几波男同学，他的外套湿了，我的短袖也湿了，我们两个落汤鸡嘎嘎嘎笑半天。突然有不怀好意的男生小声嘀咕，绝对是白色的，钱拿来吧儿子。竟然是用女同学的内衣颜色打赌。闻言郭莹莹立即站到我前面，一个男生不服气道，我不信，肯定不是白色，我再看看。看什么呢？给我也看看。外套随着陆岭川的声音落在我身上，陆岭川一拳打的那个男生一趔趄，那个男生脸上立马浮起淤青。陆岭川有些生气的看了一圈，滚，那群男生就都跑了。因为理亏，被打倒的男生也爬起来灰溜溜的跑掉。回到教室，陆岭川还在生气，我偷偷用笔戳他，他也不理我。无奈，我只能发动小纸条攻击。同桌，你手疼不疼？陆岭川眉头舒展开了一点点。同桌，你刚刚帅呆了。陆岭川的嘴角勾起微笑。同桌，别生气了好不好？陆岭川转过头，我也能通过他的背影判断，他现在很高兴。同桌，你耳朵怎么这么红呀？他咳了咳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，让一下，我出去透透气。这一透气可倒好，我淋雨都没感冒。陆岭川感冒了，我妈做饭都变清淡了许多。只是陆岭川最近好奇怪，总是跟我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，比做核酸检测的间隙还标准。在第10次我想跟他说话，他躲我如避瘟疫的时候，我生气了，你干嘛呀？他用手捂住口鼻，侧过身子说，离我远点，别把你传染感冒了。哦吼，原来是这样。可是好朋友就是要一起感冒的，而且你听没听过，把感冒传染给下一个人，原来的人就快好了。陆岭川第一次听到这么新奇的说法，大受震撼，有些失落的开口，真的吗？可我小时候生病会被当成麻烦的。哎呀，是真的，所以你现在不要离我那么远了好不好？在我好朋友就是要一起感冒的歪理邪说下，我郭莹莹、赵思勉全部中招，无一幸免。于是乎我们干脆集体请假，说是回家休息，其实是一起去陆岭川家玩。我们带了好多零食和礼物到陆岭川家。哇，川哥，你家真大。我给我弟一脚，抱歉啊，我弟没文化，不会说话。去陆岭川家之前，我特意嘱咐我弟跟莹莹带点礼物。陆岭川家实在太空了，没有人情味儿。赵思勉送了一个篮球，莹莹送了一套杯子，我送了一只小兔子玩偶，跟每天晚上陪我睡觉的那只是一个系列的。空旷的房间，因为我们几个的到来，突然就不那么冷清了。本来说好了一起看书复习，结果却用投影仪放起了电影。一开始要看最新的恐怖片，骤看网上说结尾晦气，生生被赵思勉改成了看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。后来干看电影吃零食，又觉得无聊，赵思勉跟郭莹莹打起游戏来。想不到看起来温温柔柔的郭莹莹，私底下还是个电竞少女。我从书包里拿出语文小册的卷子，反过来用作文格跟陆岭川玩五子棋。用不用我让你啊？本女侠打遍天下无敌手，现在求饶还来得及。想不到陆岭川的奇迹恐怖如斯，我们俩经常把作文格都画完了，也分不出个胜负。于是再来一张，再来一张，直到他掏出我珍藏的语文卷子，我一把薅住语文试卷护在怀里。这张不行。陆岭川歪歪头疑惑，为啥不行？不行就是不行，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过了一会儿，陆岭川拿出他的那张试卷查看，我的脸突然就红了，因为这张试卷的诗歌填空第2句是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，刚好有我们两个的名字。担心小心思被看穿，我害羞的不敢看他。他笑笑，把他的卷子塞进我的书包。那我这张给你，我们用你的那张画。我假装不经意的查看了下他的诗歌填写，3句只填了第2句，字迹行云流水，落笔如云烟，比我的狗爬字好的不是一星半点。电影倒是没怎么看了，只是对里面疯帽子那句无厘头的台词印象深刻。乌鸦为什么像写字台？吃完披萨，我们几个人在地毯上躺得七扭八歪，好无聊啊。赵思勉哀嚎，他问陆岭川，川哥，像你这种境界的人还会觉得无聊吗？陆岭川沉默了一会儿，有些颓废的回答，会啊，经常。觉察到他语气里的落寞，我说，无聊是非常有必要的，一个人在空白时间里做的事情，决定了这个人跟其他人根本的不同。陆岭川闻言愣了愣，扭过头看着我，眼睛亮亮的。我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，这是远远的山庄里的句子，莹莹帮我整理的语文素材积累。郭莹莹也笑了，她说，赵书瑶，我是让你看的，可没让你一字不落的背啊。嘿嘿，我可能更擅长背诵。年轻人在一起，好像就是又无聊又有趣。聊着聊着，郭莹莹突然问，你们有什么梦想吗？她说她自己没什么想做的，但父母的期望很高，考上清华、北大是她目前最大的心愿。或许考上大学以后，还要去一个好城市，找一份好工作，再嫁一个好人。郭莹莹叹了口气，我好像什么都不想做，但什么都按照最好的方式在做了。赵思勉接过话茬，我还没想那么多哎，现在就希望能有一个自己的房间。你呢？陆岭川没说自己的，反过来问我，我想做研究。你不是说我很适合做研究的吗？我咂咂嘴巴继续畅想，而且我想通过在实验室的研究，把数学运用到生活中去。我想让我爸爸妈妈这样的人可以享受到科技进步的福利，不管是什么，我想做点对这个世界有好处的事情。房间里突然安静，过了一会儿，我有点紧张地问，你们不会笑话我吧？不是有那个长大成熟症吗？就是大家上了初高中以后，特别瞧不起上课主动回答问题的同学，好像正能量和积极变成了避之不及的坏东西。陆岭川很认真地望向我，不会的，赵书瑶，你真的很酷。我弟跟郭莹莹也用一种很信任、很鼓励的目光看着我，那些很羞耻讲出来的话，很容易被误解的心意，在真正的朋友面前，终于可以坦率而大胆地表达。到了换座位那天，因为我是第2个去换的，
进教室的时候，陆岭川已经在原来的座位上坐好，到了我挑，我故意在别的位置晃悠一圈，看陆岭川脸色不对，我才乖乖坐回原来的座位。嗨，陆岭川同学你好呀！高二之后，学业负担变重，晚上开始上晚自习，陆岭川送我回家，倒是减轻了我爸跟赵思勉的负担。走在路上，有时候月亮又大又亮，好像就在头顶，伸手就能够到。月光清了，我跟陆岭川的影子也越发清晰。我喜欢把手插进裤兜，走在陆岭川前面，这样一回头就能看到地上的影子，好像是搂着他的胳膊，很亲密又不现实的场景，也能支撑起一个少女的梦。月亮不在的时候，星星总是闪闪发光，但是因为没有影子，我有点闷闷不乐。陆岭川戳戳我的后背，赵书瑶，你看星空多好看，你哭丧着脸干什么？好看个屁，稀稀拉拉的，跟我姥姥家的星河差远了好吗？那高考结束你带我去看。好啊，这算是约定吗？心里好甜。陆岭川笑了，他突然问我一个奇怪的问题，你说鱼站在海里脚会痛吗？他揉揉我的头发，笑着说，没事，快回家吧。那天是陆岭川的生日，课间我还跟他说，今晚我们要早点回家，我妈特意给你做了你爱吃的炸茄盒呢。结果下午第一节课，我被老师叫出去，老师一脸凝重，嘴巴张张合合，可我只记得第一句，你爸出事了，工程款一直拖欠，我爸跟工友一起去集团催款，负责人要求再做一个高空作业的工作，就给结钱，然后我爸从脚手架上摔下来了，重症急救室，医院已经下了2次病危通知书，医院里嘈杂着不断送入满身是血的患者，我妈哀嚎无助的哭声，消毒水跟血腥味混合起来的恶毒味道。我来到医院的时候，我爸已经被推进手术室了，我哭不出来，脑子一片空白，被动麻木的接受着一切，要手术要截肢，要很多很多的钱，我无法想象我爸那么一个爱动的人，截肢了要怎么办？眼下当务之急是钱，拿出全部家当，借遍所有亲戚，都凑不够的手术费。姐你去哪？赵思勉抱着已经晕厥过去的母亲，不知不觉，少年已经能把妈妈抱在怀里了。我去了环建集团，拖欠工人工程款的公司，我爸现在真的很需要这笔钱，姐姐，求求你让我进去吧，我爸现在还在医院，等着这笔钱救命啊！我不顾形象，抱住前台的大腿，还是被赶出办公大楼，无助和绝望侵袭，我哭的眼睛都看不见了。突然我听到了熟悉的声音，陆岭川压抑着嗓子说，赵书瑶，先回去吧，赔偿金和工程款的事情我来解决。我抹干眼泪，看见他从办公楼里出来，正疑惑他是不是提前来帮我讨回公道时，我听见一个秘书打扮的职场女性说，少爷时间到了，老板还在上面等您。我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环建集团的老总也姓陆，手术很顺利，可全家还是笼罩在悲痛之中。我们都知道我爸现在是最难过的，可他却还安慰我们，虽然没了一条腿，好在命保住了。听到这样的话，我妈就会先忍不住背过身去哭了。我弟突然变得很懂事，我们下课放学一有时间就轮流照顾我爸，苦难的消化需要时间，很长很长的时间。后来的日子过得很快，出事后陆岭川再也没有来过学校，我每次把他的卷子收好叠起来放在桌面上，已经落得有1尺高了，怕影响后面的同学看黑板，我又帮他放在座位上。听说他要出国了，不参加高考，以后都不来学校了。也许是那段时光太痛苦，很多事我都记不太清，印象中只有无数次去医院，还有做不完的卷子。高考结束，终于得以喘息，女同学们叽叽喳喳商量着要跟自己喜欢的对象讨衬衫上的第2颗扣子，因为最接近心脏。哎呀，陆岭川不在呢，如果在的话，就可以管他要了。做什么梦呢？人家再也不会给你啊！毕业典礼那天，陆岭川真的来了，他又长高了许多，也瘦了许多。可我一看到他就想到我爸躺在床上一个人不停抽烟的画面，心抽搐的疼。毕业典礼结束，我发现我的书桌里多了1颗衬衫扣子，好舍不得啊，连个告别都没有好好做。后来我总是反反复复做一个梦，梦里高中毕业，我说要给班里的每个同学一个爱的抱抱，还没等我抱上班长，就被同桌拎着校服领子拽走了。想抱我，不用那么费劲。说完，我落入一个充满阳光味道的怀抱。陆岭川在我耳边下蛊，除了我，不许抱别人。我们家后来的日子过得还不错，补偿款很多，足够支撑我跟我弟上大学，还有我爸的复健费用。我不知道陆岭川在其中做出了多大的努力，我知道不该迁怒于他，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。我弟学的医学，主攻机械跟医学的融合，我爸现在用他设计的机械腿，行动起来已经跟常人无异。我妈还是在研究数学，只不过最近做的项目是跟科技农业相关，把数学模型运用到农业中，已经帮好几个村实现脱贫。爸妈年纪大了，非要回村，家里出了2个对社会有用的人，他们什么都满意，就是有一点他们不敢提，那就是我一直没有谈恋爱。每当有人跟我表白，我就会问他，鱼站在海里脚会痛吗？我始终得不到我想要的答案，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。我爸有时故意在我面前跳跃耍宝，旁敲侧击，也不知道现在小川在做什么。是啊，他现在在做什么呢？月底我跟所里请了2天假，参加莹莹的婚礼。婚礼上，主持人问，你的青春里都有什么呢？我的青春很简单，1颗衬衫上的第2颗扣子，1张作文格上画满伍子棋的语文卷子，1个没能完成的看星空约定，还有1个没来得及实现的拥抱。婚礼上我还遇到了孙小雅，她已经是一个小女孩的母亲了，褪去了青涩和拘谨，成为一个被女儿依赖的母亲。她笑着跟女孩介绍，囡囡，这是妈妈上学时候最好的朋友。孙小雅温柔地轻抚耳边的碎发，真诚地对我说，瑶瑶初中的时候谢谢你，还有对不起。我笑笑，心里早已没有不甘，坦然地接受这份迟来的道歉。我甚至在很多个夜里都曾感谢她，如果不是因为她，我也许就不会想去上重点高中，不去上重点高中，可能就遇不到陆岭川了吧。陆岭川，你看，所有的事情好像都是冥冥之中注定的，所以你不要再愧疚了好不好？我真的从来没有怪过你，我只是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虽然不知道陆岭川在哪里，但每年生日我都会收到一个小兔子玩偶，今年还没收到，他是出什么事了吗？还是说已经把我忘了呢？走在路上，我有些恍惚，一不小心踩空了，却被人拦腰接住，是一个穿着玩偶服的人，我最喜欢的兔子玩偶。我的眼眶瞬间就酸了，我的手颤抖着拿下兔子玩偶的头套，终于见到了心心念念的人。
陆岭川红着眼睛看着我，笑得还像那年盛夏午后的少年。我深吸一口气问道：鱼站在海里脚会痛吗？他拥我入怀，答案是我爱你。乌鸦为什么像写字台？因为我喜欢你。鱼站在海里脚会痛吗？答案是我爱你。所有的莫名其妙、言不由衷，还有词不达意，都在说我爱你。